好，宠粉的一太又来喽！沸腾之夜大家都看了吗？万万没想到2021年还能看到这么神奇的晚会，顶流被逼讲冷笑话，音响全程抽风，主持人硬瞄提词器，随便一个都够吐槽很久了，全部集中在一起，暴击直接乘100，乱是真的乱，好看也是真的好看。话不多说，咱们先一起回顾一下震撼人心的名场面吧。这次晚会中，时代少年团的弟弟严浩翔和贺峻霖担任了主持人这个身份。本来担心习惯唱跳的他们，突然接下主持人会怯场，没想到弟子们表现超惊喜，没有什么明显的失误，发音吐字也很清晰，就连和其他主持人配合也没有什么问题。尤其是贺峻霖，全程盯着镜头看，提词器什么的完全不需要。弟弟怕是全场主持词记得最熟的一个了。这次的主持人阵容也是看点满满，要多闪耀就有多闪耀，光主舞台就多达8个人，曹阳、刘静、月月等主打，王鸥、黄圣依、严浩翔、贺峻霖等担任嘉宾主持。此外还邀请了苏醒、汪东城、刘维等人担任串场主持。先不说主持水平，美是真的美。登台前，黄圣依还特意在社交平台发问，在白色长裙和黄色长裙之间选择穿哪一款。事实证明，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晚会现场，黄圣依一身优雅的白色拖地露肩裙秒杀全场，再配上大红唇，简直就是仙女本仙。王鸥呢也十分抢眼，一身红色抹胸礼服，尽显冷艳御姐范儿。红裙子原本容易显土气，尤其是裙摆还绣满了花，一不小心就是灾难。好在我鸥气场强大，轻松 hold 住。后来他又和汪东城全开麦唱跳《爱的主打歌》，简直表态绝，女头姐太可辣。当然，晚会最精彩的还是真唱。作为最重量级的嘉宾之一，铁肺小歌后邓紫棋连唱3首歌，光年之外、句号、超能力一个比一个炸。轮到阿云嘎出场，深 V 西装上身，一张嘴气场全开，镜头拉远则是一双大长腿。这一场他是和钢琴大师李云迪、陈乐一合作，独唱部分比较稳，一到和女歌手合唱就有点凌乱了，估计是音响设备有点拉垮。不过他的音准气息还是一如既往的强大。腾格尔老师基本上没变，什么歌都能唱出一股草原味儿。与何文娜合唱《相信自己》，再来一首《魅力无限》，是那味儿没错了。最吸引一太的还是肖战，蓝色西服内搭白色衬衣，单单亮相就足以引起尖叫了。先被主持人捉到直播间，一通冷笑话大考验。主持人：我有一台价值连城的车，你知道是什么车吗？购物车。直接尬出表情吧。但逃离现场的肖战瞬间就找回状态了，哪怕是遭遇了死亡打光，依然帅得毫无压力。上台后连唱2首歌，逐时让我留在你身边，发挥超级稳，简直像是来修音响的。而他也一再印证什么是真顶流。当晚，肖战与沸腾之夜有关话题阅读量突破20亿，从肖战出现在荧幕上开始，收视率就处于暴涨的趋势。到舞台上演唱时，观看人数更是达到了628万人。要知道这个数字比肖战还未出现之前增加了差不多200万。当然，肖战亮相之后增加的人数不能代表他的全部人气，因为很多粉丝都是从一开始就在等待他的出现，所以肖战这次沸腾之夜的人气远远在200万之上。肖战演唱完《让我留在你身边》逐时2首歌之后，后面跟着的是胡夏、郁可唯2个人，两个人先是分别演唱对方的金曲《那些年》和《时间煮雨》，就很 surprise。接着又一起合唱《知否知否》，虽然掀起了一波回忆杀，但收视率已经有所下滑了。随后登场的新牧人组合收视率直接断崖式下跌至0.528%，只能说沸腾有沸腾的理由，顶流也自有顶流的道理。肖战掀起波高潮后，吴亦凡和李宇春又接上了，坐在爱车上献唱 Throwback， 还和20XX Club 成员们一起首唱翱翔的吴亦凡，在刚刚经历了一场电影包场绯闻后再度登场，状态虽然稳得不像话，果然绯闻是不可信的。李宇春发挥也超级稳，即便音响有点问题，多年都为跨年压轴的春春照样 A 爆了。这场流行和无价之姐的舞台依然在百人舞蹈中唱出了属于春节的气势。有一说一，沸腾之夜虽然看点满满，收视也处于当晚的领跑状态，但是槽点确实也不少。首天就是太拉胯，整场节目时间被拉长近4个半小时。要知道，除了春晚以外，几乎没有一台晚会用这么长的时间考验观众耐性。就算是一场正儿八经的演唱会，大概也就3个小时左右。要不是等着看自家偶像，好多人说不定都被时长劝退了。其次就是频繁看提词器，这次晚会可以说主持人集体把提词器捧出了圈儿，一说话眼睛就齐刷刷的向上看，这默契真绝了。
美美的黄圣依几乎开场就卡词儿，哪怕紧盯着提词器，还是没能顺利的把主持词念出来。念着念着，竟然把漂亮姐姐自己都念笑了。王鸥表现还好，但进了直播间就不行了。和观众打招呼的时候，直接没找到镜头。最经典的还是这一趴，同框的3个主持人完全不在一个频道，分别看了3个方向。你们确定不是来搞笑的吗？跨行主持功底不足也就算了，没想到专业主持也实力打脸。曹阳作为卫视当家主持人，照样全程盯着提词器，那描词的眼神和业余主持一模一样。更离谱的是，连后续舞台表演也几乎人人都离不开提词器。能理解提词器存在的必要，只是各位看提词器的时候，能不能不要这么明显啊？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瞅瞅我们的新春主持贺峻霖、严浩翔，主持词说的贼溜，眼神也没有乱瞟。此处请把新生代主持人打在公屏上。抛开主持人的问题，沸腾之夜其他状况也不少，特别是音响和打光。一时歌姬黄龄一上来，不小心就中了死亡打光，差点被拍成了阴阳脸。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音响设备太拉垮，很多实力派选手都被坑惨了。好好的演唱舞台，秒变乐坛业务水平检验场。先不说唱的怎么样，但是选曲就相当精彩。黄龄唱了和许嵩的合作歌曲《惊鸿一面》，男女生自由转换。前段时间他的恋情瓜闹得沸沸扬扬，这歌一出，那网友瞬间尬住。除了选曲，黄龄整晚的声音有点怪怪的，可能是改编歌曲听得不太适应吧。王东城和王鸥的贴身热舞炸翻全场，可一唱歌问题就出来了。王鸥唱歌的时候完全听不到任何唱腔的喘息声，这是怎么回事呢？难不成音响选择性失声了？当晚被音响坑的还有朴树，唱《平凡之路》那会儿，他差不多是清唱，但还是出现失误了，最后干脆摘掉了耳返。不过当晚表现最拉垮的当属专业歌手杨坤，演唱还没结束，不少网友就吐槽他的表现令人绝望。近一半的演唱根本听不见声音，而且总是进错拍，真声永远比电音慢1/4拍。天知道当晚的音响设备和他有多大的仇，直接让他体验了一把大型尴尬。没想到实力派还是被音响坑惨了，这沸腾之夜办的真是让人热血沸腾，看点槽点一个不缺，热血的名场面也是一抓一大把，实力派歌手同台更是杀疯了，一代好久没看到这么带劲的舞台了。不过话说回来，好晚会的核心竞争力虽然和流量脱不开关系，但最关键的还是表演本身，内容的用心是和大家的真心互相成就的。就像肖战上台为了克服音响问题唱的声嘶力竭，都在呼应着观众的喜爱和相信，所以才透露出万丈光芒。真正的晚会表演应该是尊重观众的，好表演的标准其实很简单，令观众的热爱和情感都有回声。所以沸腾之夜最稳的表演与流量无关，他的精彩就在肖战逐实的一句歌词里藏着。任风吹，任雪漫，只终去凝不稳。好啦，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如果喜欢 C 台的视频，就请多多点个关注， C 台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